家好，我是爱种菜的西小厨。我想啊，喜欢种菜的人可能都有跟我一样的体会，那就是在种瓜、种豆的时候需要搭爬藤的架子。很多情况下要为搭什么样的架子而烦恼，因为我经常呢就是这样的，感觉爬藤架永远都不够用。所以我今天特别录制了这期，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年搭的这5种架子，有永久型的，有临时的，可以给正在为搭架子而烦恼的你一些参考。现在就请跟我走进后院，看一看我这5种架子吧。这第一个呢，我要先来介绍我身后的这个固定的铁架子。这个铁架子啊，我把它称为是永久型的架子，因为我打算它只要不坏，就会一直屹立在这儿。这个是我今年在网上买的一个架子，记得大概是100多刀，然后它的材质呢是这种金属的，当然里面是空心的。然后你看这个是一个组合的，进来的时候是一个挺小的包裹，然后这个地方可以用螺丝一层一层的接上。上面呢也是金属的，外面涂了一层防锈的漆，咖啡色的，这个颜色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既不刺眼不亮，然后也不是很黑很秃，搭配任何的绿植都挺好看的。它的尺寸呢，我觉得也刚合适，长是1.9米，然后深度就是这个宽度大概是1.5米左右，高度呢是2米。这个高度我可以站在下面做任何事情，然后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棚子一样遮阴凉。上面如果要是长出了瓜果呀，垂下来也不会碰到我的头。我觉得这个高度呢，作为一个上面是植物攀爬覆盖的架子，然后作为一个凉棚也是非常合适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架子上现在有一层这个遮阳布，这个布呢是我临时搭上去的，原因就是啊这段时间太晒了，我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放了一些植物。现在这个季节呢，我这里太晒了，所以它们需要遮阴，所以上面的这个遮阳布啊，是我临时的摆上去的。刚刚为了展示这个架子呢，我把这个边折上去了，现在我把它放下来。这个遮阳布其实是我我们露营 camping 去的一个铺在帐篷底下的一个垫子，是铺在草地上的。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是网格，如果外面下大雨的话，里面是下小雨的，所以它不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不透风不透气的布。下雨的时候，下面的植物呢也可以淋一些雨水。现在呢，随着我的这个瓜长大，它已经爬到上面的这边去了，所以陆陆续续的这个爬藤越来越多，这个临时的遮阳网就可以撤下去了。在头顶上这些网，我还放了一些迷你的小彩灯。晚上看就更漂亮了，星星点点的。细心的朋友大概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个爬藤架的4个角下面，其中有3个角我放了种植箱。看，这是一个，这边还有一个，这边。放种植箱呢，既增加了它的实用性，在架子下面呢还可以种很多东西，可以顺着这个架子往上爬，而且更重要的是啊，使这个架子更稳固了。这个是没有加种植箱的那条腿，看它其实是用这个铁的 L 型的钉子钉在地上的。但我感觉这样钉在地上呢，可能经不住特别大的风，所以在这个下面呢放上种植箱，贴上土，就相当于把这个腿插到了这个土里，钉到了地里，稳固性更高一些。现在已经就是非常稳了，是不是别有一番风景呢？第2种要向大家介绍的呢，是我现在身边的这个用绿色的爬藤杆搭的架子。这种绿色爬藤杆搭的架子呢，是只能使用1季的，是临时架子。现在我这个呢是放在一个菜床上了，把它整体的菜床都罩住了，而且做了一个立体的。这次我做的是一个5角星造型的，还是蛮漂亮的。尤其是晚上，它对于夜间的小菜园来说是一种装饰。在圣诞节的时候，它着实也是给我们增添了很多圣诞的气氛。
直到现在呢，晚上也是这样亮着的，因为小彩灯是太阳能的。只要这个架子不拆，我们菜园里的晚上就是星光璀璨的。现在近距离的展示一下这个架子，它的主体框架呢都是由这种绿色的爬藤杆搭建的。这种杆子呢，在大部分的园艺店甚至2元店都有销售，长度和粗细呢也有多种供选择。根据菜床的需要，我这个架子最长的这一根是2.1米长，然后像这个位置的是1.5米的。在不用承重的这种非主体的这种位置呢，我用的是竹竿。竹竿在成本上便宜很多，也是我们家菜园之前剩的。然后这个架子呢，事实上是由杆子搭配这种麻绳，大家可以看这种麻绳都是吊在这个杆子上面的，供下面这些黄瓜来攀爬。这个架子的具体搭法呢，在那个创意爬藤架里面有详细的介绍，链接我就放到说明描述里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观看。在这里呢，我就不详细介绍了。这种绿皮的爬藤杆啊，外面是塑料皮包裹的，其实里面是金属的，所以它还是挺结实的。用这种杆子搭建的好处呢有很多，一个是特别的简单，就只用这种铁丝绳绑一绑就可以搭一个很完美的架子了。而且它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变换位置和形状。你可以搭成人字形的架子，还可以搭成立方体的架子，也可以像我这样发挥创造力，设计成自己想要的形状，真的是随用随搭，不用就拆。拆掉之后，下回还可以拿回来继续循环使用。所以这种杆子是我菜园里的必备，随时需要随时用，哪里需要哪里搬。这个菜床里呢，我种的大部分都是黄瓜，然后还有2颗番茄。小番茄，然后在边上呢还种了几颗小西瓜。接下来这个架子呢是废物利用做的一个架子，就是我现在 walk in 的这个。这个设计呢是根据实际的地形而设计的，我把它建到了这个温室和栅栏的中间，作为一个走廊。这个爬藤架呢，我前后留了2个入口可以走进来。现在呢是从温室的背面这个入口进到了温室和围墙栏杆中间的这边，然后上面呢已经有瓜藤爬上来了，还是有点阴凉的。架子下面的左右两边呢也利用空间立体种植了一些盆栽，可以从这边出来。从温室的前边出来，这个入口呢是直接通到了一开始这个铁的爬藤架子下面了，所以说这2个架子基本上是离得很近的。主体支撑呢就是这种4个这种铁的 panel， 这个其实是一个坏掉的花架栏杆，高度是1.7米、1.8米左右吧，上面搭配了软的这种铁丝网，然后这个也是那个绿皮的爬藤杆。但这个爬藤杆呢，承重效果不是很好，所以主体的承重上面我用的是这种粗一点的木杆子，横截面是方形的。这个架子我种了护瓜，瞧这个瓜现在长得这么长。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种呢，是我们面前的这个铁的，连这个立柱都是铁的这种架子。架子顶上这些茂密的叶子啊，是佛手瓜的瓜藤。看过我佛手瓜种植的视频的朋友应该记得，在那个视频当中我提过，佛手瓜去年我搭的架子呢不结实，导致后来接瓜的时候有些架子呢都下坠了塌了。然后在视频中我也说过，今年我要搭一个非常结实的架子。那么现在的这个呢，就是我为佛手瓜重新搭的很结实的一个架子，我感觉它是我目前为止搭的最结实的一个架子了。连这个柱子都是铁的，而且它这个铁呢是这种横截面是这种三叉形的，非常实诚的纯铸铁。然后下面是带尖儿的，把它钉到这个泥土里面的。我一共是用了8根的这种铁支架，上面配合的是一种硬质的铁丝网格，这个网格呢也很结实，而且这个网格呢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很多年都不会坏。架子的高度呢，可以以我的本人来做参照，到我的肩膀的位置。这样我不论是伸手摘这个龙须菜，这样伸手摘这个瓜秧，或者是过段时间接瓜了，这样摘瓜都非常的方便。尤其是摘这个瓜秧，因为太高了，采摘这个龙须菜都费劲。如果不容易摘到呢，你可能就会错过很多次吃这种又健康又美味的龙须菜了。最后登场的这一种架子呢，我把这几个归为同一类，就是用这种硬纸的铁丝网格随意搭配，也是一种随时都可以拆卸、随用随搬、特别方便的一种临时的架子。而且不用担心它会坏掉，超级结实，反复使用很多年也不会坏。它这个铁丝是焊上的，然后你看每一根有这么粗。这种架子我是在邦宁斯买的，大概是20几块钱一个。这个尺寸好像是1.8×90米，当然它也有很多尺寸了。虽然20几刀相对于其他的稍微贵一点，但是它真的是很耐用，用很多年也不会坏。每年每一季都可以反复使用，这样算下来呢，其实它一点都不贵。这一个呢，上面爬了一颗大的护瓜，还有豆角。这个架子是非常简单的，就这样是用2颗钉子挂在了这个围栏上，就非常结实了，也不需要边缘的框架，直接挂在墙上就可以。也可以用来做藤类、爬墙类的花的背景网格。如果没有墙靠的话，悬在地的中间，就像这一个，我是用了2根木头棍儿插在了地上，然后和它绑在一起，就非常结实了。这个上面爬满了山药藤，这个爬山药的更厉害了，没有依靠，旁边也没有固定的框架，我只是单纯的用了这个铁丝网格。因为这下面是有2个铁丝腿的，我直接把这2个铁丝腿插在了地里，然后就很结实。上面是用这种麻绳牵到了另一个架子上，这样这些山药爬到这儿不够高的时候，它就可以横着爬。今年的山药长得特别茂密。看了我的这些分享，你喜欢哪一种呢？或者你有更好的主意想跟大家分享，请在评论区留言哦。我们这些热爱家庭种植的朋友们都等待着您的无限创意和经验经历分享啊！喜欢家庭园艺和种植的朋友，别忘了订阅关注我的频道，顺便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每一期的更新。更多精彩的园艺分享在等着你哦！我们一起种菜养花，分享美好的田园生活。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今年的搭架子总结，更多精彩，咱们下期再会。